我是演员、歌手、制片人，我是洪圣依。谢谢，不好意思，咱们待会还有歌要唱。拜，好美。车已经在下面了，车已经在下面了。最近状态挺好的，你简直会认不出我的。这个角色我演得很快，自己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更加充满热情的我，邀约也会更多。坦白讲，愿意投入你的产出一定会越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正比的。那现在就对工作啊挺有积极性，挺有热情的。现在就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因为现在又要照顾父母，还要照顾自己的孩子，又希望是能够拥有自己的事业，标准的三明治人，两边夹击。但你不能够觉得自己力不从心，因为这些都是你能量的获取的源头，所以就让自己练得更加强。啊，我现在觉得自己是个挺强大的女儿。你对姐姐满意吗？这个我就很难说了呀。本来他可以有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遇到的困难是我很难想象的。我很心疼他，我希望他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但是他有他的想法。他从小到大的决定都可以自己做吗？读大学以前基本上都是我们做。那你觉得你做的这些决定他都喜欢吗？兴趣是可以培养的。他接受吗？他不接受也得接受，决定权在我这里。在我妈妈的那个年代，她应该是很多人仰望的对象吧。在她的领域里，她几乎把能拿的荣誉都拿到了。她也自然而然地把她在工作上的性格带到了生活里，为我安排了很多事情，一笔一画地构建了我的，有点像人生的指南针，告诉你往哪里走的那样一个角色。但我可能没有像她那么强势，她有的时候也像有个盔甲把她自己罩住，然后这个针也会指向我。
To enjoy，我知道 enjoy the joy, and then read the book。就这个冰箱就需要好好整理一下，它最好是1个星期，或者是隔一段时间。侬搿2天、3天哦，本身阿拉个冰箱是老清爽的 ，it's all clean。Maybe every day we have to buy something and eat something, have to have something to eat. But then you will come here just order mine to write some article. So that's all. 不是，我说的是你的冰箱里要清洗，定期的去清理。阿姨来，她就是可以定期的再帮你审核一下。为什么要他审核？那你现在 I just have the shop。不是，我讲不听啊，阿拉5日天都没一点点垃圾，那来个搿几天哦，垃圾是多得来拍天看了来。我还要种菜，伊没办法代替我，that's all。这都放了多长时间了？我从来不吃的，所以搿个物事。这个怎么会把染发剂放在冰箱里了？它不需要放在冰箱里的，它不是所有东西放在冰箱里，它的保质期就增长的。侬看看叫呀，那么我现在只好重新冰进去。不是，侬看叫搿是啥？搿是豆腐干。侬搿个豆腐干写了海啥了嘛？2年1个人哦，搿只保质期。搿么搿勿是我买7天，只有搿勿是我买的，是王家买。不管谁买的，反正它时间久了要清一下。Just try，OK？有一个阿姨其实真的是好很多，而且现在年纪大了。你像上次你那个花，阳台刮了个大风嘛，然后你在搞花还是搞什么，然后那个风一刮，这个门就撞到了，然后你的手不是就被夹住了嘛？然后后来还不去医院去骨科去看。That's wrong。吃一点点。我就是想说，我觉得有一个人在会照顾的更加好一点。如果你不想让他做的事情，你可以跟他讲，就这个比就是一下子否认这件事情和否决这件事情，我觉得更好一些。就是我们可以有商量的余地。妈妈。咋了？劳动这一个词始于《三国志》，但原意指的是体育活动。所以在你的概念里，你觉得劳动就等于体育活动 Yes, that's right。我觉得你说的没有错啊。首先，我觉得劳动可以，但是你如果负担太大了，它就变成对身体有害的事情。就是你不需要，但可能爸爸需要。可能我们需要，哎，可能冰箱它需要，已经有了呀。我本身有房子，伊硬件是要搬得来跟哪一道吃一口。我饿了。阿姨是来照顾哪个？根本我讲不定，我不需要侬照顾，侬需要跟爸爸商量，不是跟我商量。就是我觉得有一个人，侬跟爸爸商量。阿姨是我们经济司。他就是不能同意有阿姨。到你了，妈，到你了。好，亲爱的女孩们，大家好，我是黄圣依。今天我要骄傲地向大家介绍我的妈妈，永远上进的邓传里。传理，从工作到生活里，她都是致力于传播真理，这就是她的人生说明书。这位74岁的报社编辑，每天还是会雷打不动的早上写字，下午看书、弹琴。所以大家看到我在读的那本《博弈论》，没错，就是那本，是从我妈妈的书架上顺来的。妈妈的书柜里藏着我叹为观止的人生边界。为了这次旅行，她靠的健康饮食、合理锻炼，半个月就瘦了8斤。
这份热爱美、践行美的决心，各位朋友，请放下你们的矜持，使劲的夸他，哈哈哈！他可能会因为观察太入神而走得慢点，或者忍不住的话给大家科普小知识。有时候认准的是，9头牛都拉不回来，但这些都是妈妈很可爱的真实感。妈妈风华正茂的年纪，正忙着事业和照顾老人，而我也在10几岁，因为事业常常离家。让我觉得有点心疼，有点感触到。小时候觉得妈妈是无所不能的，妈妈很有能力，然后，也为我安排了很多事情。她好像是一笔一画地构建了我的童年。虽然我觉得现在在社会属性上，妈妈已经退到2线了，她可能已经没有在我们2个的关系当中成为那个驾驶汽车的那个人，但是在我的面前，她还是不甘于，也不愿意就乖乖地坐在副驾驶。虽然已经退休了，但是他依然保持着非常自律的生活。我觉得我永远需要追赶他。因为上进的邓女士让我懂得了很多人生的道理，是时候一起去经历一场人生烟火了。女儿，邓邓。哇，你写的挺长呀妈。黄圣依1983年出生于上海，她从小就长得漂亮，她的童年完全在上海少年宫小迎新艺术团、上海体育馆度过的。她参加舞蹈组、美术组，进小学、上中学。21世纪来临的那年，学校交大考上北京电影学院，是优秀中学生。妈妈讲的就是非常的 AI 那种，然后就把我的生平的这个履历全部都介绍了一遍。也许是她的生活太单纯、太顺利，这使得她对于生活中会遇到困难、遇到坎坷、遭遇逆境的思想准备是不足的。作为一个演员，又要演绎各种不同的角色，她的理解和体会是不足的。漫漫人生路会遇到顺逆路是必然的，那么女儿将如何面对？就是她一直好像都是会很担心我做不好我自己目前在做的这个工作和我在过的这个生活，她总是觉得我可能会做不好，就是会觉得我能力达不到。就像我觉得我很理解她一直很感兴趣陈梦的妈妈为什么会在5岁的时候为她选择做这样的一个职业生涯的规划，就她会觉得你怎么知道你的女儿可以成为世界冠军，或者可以有能力做到这个程度？你会担心吗？你会有担忧吗？她不能做到这样，她做不好怎么办？所以我要在每一次的证明当中告诉她，这件事情我能做好，那件事情我也可以做好，可能我还能试试这样的事儿。所以我妈基本上没有什么就赞美过我，就是你这个事情做得很好，就几乎没有，从小到大严格要求你。对，她总觉得这个我做的就是没有达到她心里面想的那个标准，一直她都挺严格的，要求很高。主要讲她参加水立方跳水，我就要想到陈梦了。什么？一想到奥运冠军，奥运冠军，我们这个娱乐性质达不到这个专业，差太远了。应该差那么远的，哎呀！所以我现在就必须得接受。那他已经太优秀了，他能去已经很优秀了，敢跳下去已经很优秀，勇敢了，差太多了。不是，你想，你理科生已经学习很好，又能考上电影学院，你说那个10米跳台，他再跳成奥运冠军，你说我们这些人咋干呢？对吧？圣依的妈妈也是强势的，所以她是不是因为妈妈本身从小就比较强势，所以她比较能
理解他之后遇到所有强势的人。And to believe in what you got, it was built to last, yeah. Now that I've been put through hell, I never got anyone's help. I had to do it all myself.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你的家到了，游牧之家。曼曼。你为什么穿得这么红？我累死了。哎呀，你玩的怎么样？知道我今天一个人开了7个小时的车。你一个人开？对呀。你还能笑着说啊？你们开过来开了几个小时？5个，1人2个小时。我们换着开的呀。我开了7个小时。人家都是换着开。杨哥，想死你了！我们开了7个小时。你们从哪开过来的？火耗子呀，我们也是啊，5个小时，5个小时到。哎，你们吃饭了吗？等你们呢，走，你饿了是吧？走走走，好吧，在家坐吧，吃饭吧。你让圣一个人开7小时啊？你咋想的？我困，我开始犯困。那他不犯困吗？他不困。你有问他困不困吗？7个小时让人家开，那你在干嘛呀？睡觉。情绪输出。睡觉。哇塞，一会儿睡着了，一会儿睡着了。开到5个多小时的时候，他说你们米饭我有点不想开了，我说要不你开吧。结果绕过去了。他说你要不要？我放这儿让大家试一下，坚持到底，以后你吹的时候也可以说我开了6个多小时。我想哎也是哦，我说那好吧，我开吧。5个小时的时候，我说你想突破一下自己不？你要突破一下自己，说哎，我有一次我在节目里边开了6、7个小时的车，说明杨哥已经不在乎形象了。我杨哥，你现在已经活得非常 real 了，放风了，放飞了。因为我昨天也是我开，今天也是我开的，他就昨天盘山的时候开了一点点。那你就不开，下次你不开，你一上车就往后面坐。他要睡觉，多吓人啊！果然他一开车我就睡着了啊！昨天下午，作为一个女同志开车，我竟然睡着了，我这不是把生命交给他了？作为一个女同志，这个话我听得好不爽啊！所以他应该是我最信任的人。要是别人的话，我硬争了。重点是你还没发火，你的情绪已经非常稳定了。我觉得这个时候我都会发火的，你知道吗？开许往开啊！谁说的？会累吧？他挑战自己人生的一个极限。那恭喜你。那觉得杨子说话有点刺刺的。啊，我是不是又会被网暴？他现在才觉得他会被网暴。让你开了7个小时的车，可能吧？我觉得绝对会的。他不怕，他真是享受。我觉得，正一是白富美傻白甜，谁是傻白甜？正一可不傻。换个话题吧。喝茶吧。对，我收一下吧，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人打扫啊。来。男士们，听着也好自然的，女生都来洗碗。那我来吧。那你穿这个老板娘一样的，老板娘才应该洗碗，来，你去。我洗一半了。你们要在家这样多好啊！我在家也是这样。我在家常洗碗。我也是啊。是吗？那他是的，他绝对是，他超会照顾人。他那个手势一看就是经常洗碗，非常利落。我们来聊聊天。没什么好聊的。我还没有就是那个还没有开始批评你。对，还没有就是公审你。我错了，不重要，不在意。喜欢你，喜欢你。我跟亮亮学。我喜欢你，喜欢你。要真诚，要看着对方的眼睛。喜欢你。哎，这个还可以。手他跟我比道歉快，妈没有人比我道歉快，我瞬间。你为什么这件事情还能沾自喜的感觉炫耀？这是个好事儿吗？因为你没认真道歉。是的，我非常认真呀，我很认真，我学的是认真专业的。认真专业。你为什么还能夸夸其谈？我觉得你真的有点不要脸。我就是不要脸。是，你说的对。所有形容这个人贱的词儿都是形容我的。坐吧，坐吧。
我们要换那个导游了。各位爱人，今晚需要更换轮值导游。下一站的生活费今晚会充值到导游手机，明后天早餐民宿会免费提供，2中2晚由我们自费解决。第3站轮值那就是你俩了呗。只有我们俩，没有其他人。杨哥，给你还是给声音？给他吧。能力越大，责任越大。那给我吧。开车的时候怎么不这样呢？那你点餐也你点啊。好，你点。你让那个麦麦接住你。能力马上变小。你们有什么特别要求的吗？没有，没有。有安排。我们来复盘一下吧。我觉得我们就是从最恩爱的开始说吧。我们2个可以，我们先讲吧，因为我们这2天就聊得特别好。然后你讲吧，主要是你讲。他来了一个朋友，就是我们俩共同的朋友。然后他那个朋友就形容我，他说让我做个人，学做个人。他说我是 AI， 他说我是那种，我所有的行为都是学来的，就是我这是编程序输入指令。我觉得他描述的特别准，一下我就自己就理解了。然后下午我俩自己又聊通了个状况，他举了个例子，他是一个在我这儿不停存钱的一个客户，然后我这儿是一个银行，他一直常年不断往我这儿存钱。当他要用钱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说，我现在特别着急，我马上就要用500块钱，你得给我。但我这个银行呢就比较规矩，我说今天我们下班了，明天早上这钱才能给你。然后他就很生气，我要这500是因为我资金链断了，我要应急。你今天这个500不给我，我资金链断了，到了明天我的缺口可能变成1半了。对，我说如果就是持续这样伤害，我说那我就换银行了，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信任这个银行。等到我要支取的时候，你告诉我有10条限制，那我的感受跟我的体验就非常差。那我觉得我不能够再继续跟这个银行合作了。这个比喻对吗？对。我跟你说点不同的啊，不见得爱听啊。你现在让他从了、屈从了，或者是什么 AI 这些东西，我通通都不认可。第一个，日后比如上完节目，他也会越来越有名气，他的视野会越来越宽，他的接触的人也会越来越多，你明白没有？如果你光从他的身上找问题，不从自己身上找问题，你可以换银行，但是他可能换客户的速度比换银行的速度还快。有几件小事儿，站在我的角度我就不忍了，就是我就不过了，这是我的脾气。比如说咱们去坐船前，他那么跟你道歉，有什么问题家里去说，那儿得要接受。第二的话呢，规矩是永远的规矩，一家之主，咱不能是抛出一个家都没有了，我还搞一家之主，这不行。这个游戏得把它玩完。第三个，上次那件事情不足以引发天崩地裂。6个人当中最符合最完美伴侣的形象，比如指我，他要比如指了首哥，我肯定不生气。哎，我就首哥哪些特质你喜欢，我也会变成那样。他动摇不了爱的根本。其实这2天来就有点太任性了。包括你这个朋友，他这么鼓励你的任性，说一句不该说的话，很吓人。这句话我本来不想说，你是等着亮亮觉醒的吗？杨子感觉像是他们的老板，在训话。对。一定要记住，你是等他觉醒的吗？当一个男人决定这个转身的时候，一般拉不回来。明白。说给圣依听的吗？话中有话。对。哎，你往前进了一步，那他如果也往前进了一大步呢？对呀。那他再回头再看你，又是什么状态呢？对呀，真的好吓人。他如果真的觉醒，你绷得住不？绷不住。你告诉我，你几年之内能走出来？你活不了了都，既然承受不了这个代价，还不好好过。世界很大，很危险，也很凶险。有话里有话呀。这点确实是。是的，我真的是为你好。这个我出发点我收到了。是的。妹妹挺容易被洗脑啊。因为我当时没有想特别深入的去往这个下面去探讨这个问题，因为再探讨下去可能会让我有点不适感。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恐怖，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好准备去迎接这层东西，所以我暂时到这里就可以了。啊。
我说两句啊。关于你俩问题吧，我跟葛西昨天也探讨过了。我就想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人是生活最幸福的人？精神病院的人。啊，这个大家都认吧？他为什么生活幸福呢？老祖宗说过一句话，叫大智若愚啊，抓大放小，睁只眼闭只眼，差不多得了，来都来了，是不是？你天天老纠结那些事情啊，我这个情绪点啊，这个还有感受不到，那你不是给自己找那个不开心吗？你今天你跟说和好了，又红衣服了，又黑背带了，又跳探戈了，对吧？这事儿，哎，以后他这个雷达就打开了吗？啊。以后你在一个表情、一个眼神，他就能马上领会吗？领会不了，你只能自己跟自己和解啊。睁只眼闭只眼，这事儿你别纠结了。什么叫抓大？就是他本质是好的，他把所有的工作收入的钱全交给你打理，他爱你爱孩子，这大体就可以了。你不要说感觉觉悟了、觉醒了、成长了，然后雷达你扩那么大，是不是啊？要求他是你扩得越大，你越痛苦。人吧，越清醒越痛苦。为什么有人喜欢喝酒？喝完酒就幸福，是吧？难得糊涂，我总说难得糊涂。他说不能难得糊涂，我就觉得人就应该难得糊涂。我感觉杨紫的话是说给黄圣依听的，刘几手说给葛西听的。杨哥和守哥就是狼狈为奸的观感，对，狼狈为奸。他们在借机教育自己的老婆，甚至升级了，开始在输出他的糊弄文学，然后跟杨哥共鸣，他拿一个很偏激的观点来模糊这个凑合过的这种很浅白，或者是说甚至不成立，或者是说甚至是一个退步的想法。他就一直说哦，亮亮跨了那么一大步，好像慢慢就只能到这里了。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是从自身的角度去出发的，同时他们也想用这种观点来说服他们自己的另一半。大家看得很清楚，可是看清楚了。我是非常非常不喜欢听到这种言论的。那因为有可能李行亮因为录了这个节目，他就火了、红了，有可能在世俗的眼光里，他可能选择的条件和选择的范围就更多了。那对等的就是一定是更年轻、更貌美吗？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也许想的肤浅了点。杨哥就只能想到这儿了。杨哥。我不知道他们两个哪个脑袋被驴踢了，今天突然间就是这个画风反转。前2天他俩可是从来没有帮我说过半句话，然后今天我是自己已经消化了这个问题，然后也解决了这个我跟麦麦之间的矛盾，然后他俩突然莫名其妙的站出来，然后叭跟我说了半天，替我说这个东西，莫名其妙的说他们俩莫名其妙。但是我其实没有太认同这个观点，就是觉醒不觉醒的。但是呢，人家已经在说了，然后我再添马柴，我觉得没必要，因为我有观察麦麦的表情，他是在认真的接收，但是他的状态并不是特别的放松。那我想问一个问题，亮亮，你这么理性的人，你有没有想过怎么样帮助麦麦解决一下他生活上面的一些，比方说他的兴趣爱好呀，就帮他增加一点他自己业余生活。之前的状态是我在家里，没有多少控制权，所以我其实是愿意把他的身上的担子给接过来一些，他不放心我做的，他就觉得他做得更好，当然确实也是这样，所以他身上担子越堆越重，我接不过来他就抽不出身他就没有办法去干那些事儿，这是我们俩之前的矛盾点。然后其实我们今天已经达成共识了，他先把财务状况先交给我，对，然后我看看我做的怎么样，他慢慢去抽身。对，我明年1月1号开始，我就把家里的账给他了。其实我都想，是不是回去我把账全部丢给你管？行，可以，挺好，达成共识就是好事儿。我觉得这挺好，你们俩会很完美的。就是我们就是像玩游戏一样，你知道吗？我们进入一个 role play 的状态，挺好的。对，但他们就说我有妈味嘛，你知道吗？你俩是爹味，我是妈味，我跟你讲，妈味。但是有一点我说妈味是优势，别都强改了，因为他需要关心和关爱，艺术家嘛。然后那个一家之主的那个卡我还在，所以呢，我明天让你生效，可以啊，你说啥我就干啥。这个体验他虽然迟到，但他没有不来，这个还蛮暖心的，特别好，谢谢哥。
谢谢你们大家，特别好，解决就好，对，有解决，特别好。我是很有信心，你们一定会解决。那你们没有发现？你们没有发现我们两个今天不抬杠了吗？那你俩为啥不抬了？你问他。这2天我闭关修炼，我琢磨出一个宇宙真理。哎呦我去！就是中国99%的家庭情侣出现问题，99.9%都是钱闹的。才不是！比如他俩麦麦和亮亮，假如说嘎嘎有钱，麦麦每天孩子不用管，有助理有司机，你天天你就是化妆了。我可以给你买礼物了。你还有那闲工夫说，哎呀，我这个画画的好不好看？你不会了，就是钱闹的啊，要命了，真的是。我俩呢，如果钱够啊，就不存在望夫成龙了，是不是？望夫成龙，你这个词儿真的是就不存在。哎，你以前为什么在这个位置，现在在这个位置？我们钱够，就永远在最高位置。什么够叫够？每个人对够的定义都不一样。对，我们就3个家庭对这个够的概念就不一样嘛，但是本质还是 money。那我问你哦，如果钱真的够的话，为什么亮亮在那个问题上面会觉得说，哦，有一个人能够注意到他的喜好，然后给他准备礼物，他没有在乎这个钱因为麦麦没有时间，麦麦得带孩子做饭。那是麦麦啊，但是亮亮他就是想着就是精神上的东西啊。不是，亮亮在家乐队设备铺板，戴个大墨镜躺家里，各种调曲儿。我还是觉得精神层面也是太过于片面，你知道，绝对有点肤浅，有点肤浅。你自以为姐找到了宇宙真理，这发现所有人都不同意。你们不愿意承认，就非得在这装模作样的，不是钱的问题啊！没有啊，我是唯一一个没有说投反对意见的，因为我觉得好像是有点道理，我只站观点啊。哎，你能不能把头放下来前面？我还帮着你说话呢，真是的你。我二姐也是把我的画像拿出来放到你旁边，你也可以盯着看。我觉得他们可以的，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说正经的，你们又是玩骑马，又是玩气球，我这2天遭了老大罪了啊！她闺蜜开始了批判会，比我老婆嘴还狠，知道吗？因为我老婆有时候说话还给我留点面子，她是一点面子不给我留，就说可惜跟我就耽误这个人了，白瞎这个人了啊！说在厦门怎么好，在她朋友面前多么开心快乐，在外面所有人都喜欢她。我朋友问了一个灵魂的问题，就我跟我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是特别包容的，但是我跟首哥就是互杠，大家都看到了，然后比音量，一个比音量一个，他说这是他完全不认识的。就是葛西激发了一个人的不好的一面，他就想问首哥这个问题：为什么我跟所有人都可以很包容，都可以很开心，唯独跟他才会产生这种情况？首哥回答不出来。我因为老是原谅首哥，就是首哥只要做一点点，比方说他给我买了一杯咖啡，我就会很感动。然后呢，我朋友就给我写了一句话，他说不要在玻璃渣子里面去找糖。不，你听我讲，这还有一个关键。他说我一回头，搞不好有人会捧了很多糖给我。是的。这个问题啊，我是这么觉着啊，你的朋友很心疼你，他说这个话，不要在玻璃渣子里边找糖，其实这句话是挺扎心的，它很容易颠覆一个家庭。你明白没有？是，但是很符合我的心境。我觉得这句话其实不要轻易说出口，一旦说出口的话，它很容易策反。2个还没崩，但是有一帮人开始围剿他，用这句话崩了这2个人。他可以列出他一堆不是，不应该这样，拱火来了。但我觉得我们2个之间还是。谁没问题啊？没有问题就死了。所有的离开，真正的离开都是悄无声息。凡是打打闹闹、吼吼叫叫，找朋友来弄得越大的，都是舍不得。我说了以后，也许你可能会不赞同，但是你不会说当面跟他说，哎，我觉得你说的不对，再这样说一下，我们就是朋友都没得做。
我觉得我的这个老公是绝对是优秀到那个，相信我。你会这样吗？不会。他一直这样要求我，就所有的人，你先不管这个人，我认为对和不对，这不很分裂吗？感觉。但他就是从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来认定的，所以只要有人说一点点，他就严格要求我，就是要用这种态度。那有的时候我不愿这么做吗？他就会开始用各种理论来告诉我这样是不对的，你就应该从第一开始的那个立场上。我的概念就是这样的。哎，你的态度我已经知道了，我想听听别人的那个立场。你就这么怕别人占你便宜？你小子怎么蹦出这么一句话来了？这跟占便宜没有关系。这跟占便宜没有关系，他们实际上是想破坏这个婚姻关系，想对我们现在的，比如这些经纪人取而代之。如果我们帮 VCR 也好，我觉得这不是只是 VCR 这个事情。我告诉你，他能说这个东西就没安好心。我只是把话说白了。我在这次没有说彻底放飞自我之前，骂我的人我都在说，嗨，我都可以一笑而过。我会让你情商低到马上划清界限吗？绝不可能。今天要不是说我这么彻底放飞自我，我不会在这说出来得罪那些烂朋友的。现在如果再弄的话，我微博上干他。哎，真有男子气概。哇，好 man 啊！真的是，为什么坏？你记住，所有的人并不是都是善意，他就是恶意。你现在翻过头来看，哪一个我没有说准，就是这帮人一围猎，他觉得 OK 是这么回事儿，7言8一语，哇，就是这样。那为什么是一帮人在说你？对呀，一帮人在说，对吧？为什么是一帮人，不是只有一个吗？其实啊，有一个人挑起头来。但是不会，如果说同样我们都做的，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客观的一个人。就我们3个都挺客观，比方有时候也有观点不一样的地方。对，我会很直接告诉你。我们都会就是表达出来。但是葛西那问题也问得好啊，为什么是一帮人说呀？因为你看我们就有不同的看法呀。那你怎么没有围猎圣衣的情况？是圣衣这边人围猎你呢？哎，那你身边有没有女性朋友挑拨你的？说圣衣不行。对呀，怎么都没有说圣衣的呢？没人敢。我是很极端的，比如说我们在这儿好了，水跟我说黄若依有问题，我滚。所以这个是他的点，他就觉得就是他做这样子，他是会这样，但当然我没听到过，因为我也不跟他的朋友在一起，我无从下知道这个事情的可视性，但他姑且说他是这样的性格的类型的人，他会这么做，他要求你这样，他就对。我的核心点在你不允许有其他的，就是有破坏这个之间的可能性的事情，你要允许他有别的声音在里头。尊重事实，我今天第一次我这么怒。第一，刚刚那个是麦麦问了你一句，你这么监督我干嘛？你是愤怒的骂了我给你安排好这一切，你愤怒了骂了我在关心着你，我是不是要求你滚？我没有这么样，我是你心里边有一个界限，他们究竟说这句话的目的是什么？我说我是这样的人，不能够有人探讨我好不好，我老婆好不好，我的人好不好是我的事儿，不允许别人探讨。他有一些烂朋友背后，也就是说我够坚定，不然的话他已经被策反无数次了。杨哥，我想问你，那他身边这些所谓的损友策反他的目的是啥？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吗？对呀，你知道中国有句俗话吗？见傻子不骗，还有3分栽呢。圣衣就是傻。哇塞，什么？圣衣是一个特别不用脑子思考的人。哎，你这个话我不认同啊，这一点我不认同啊。听我说，听我说，哎，他是公正的。哎，听我说，我先说完啊。首先你没给他面子啊，这个他很清楚的。第二，他脑子其实很清楚的。不是，就不清楚。不是不清楚，是很清楚。哎，听我说，这个气死我了，把我的枪拿出来。女生都气死了。那个
我想问一下圣一，你对于杨哥对你的这种照顾，或者是这个爹味儿，你会不会有一种笼罩感？哇，亮亮问的真好，就是这个五指，被笼罩的感觉，对你有这种感觉吗？如来神掌，如来神掌，笼罩感，如来神掌。我肯定有一些时候会有的。如果是圣一有这个笼罩感的话，我觉得他有没有可能是圣一那个朋友的话，让他放大了他对于笼罩感的抵抗？对，他并不是他的本意。我觉得就是有一些判断，说这个人怎么样，我想用我自己的节奏去，就是这个节奏和这个时间上，就是你给他兜底的这个点往后放一点。然后我说句认真的话啊，咱能不能让圣一保留这部分纯真呢？因为你不认为这是他身上最宝贵的品质吗？对。你如果把这些都给他抹平了、抹掉了啊，让他变成另一个人，对他会不会也是一种那个伤害，或者是他不舒服呢？他会觉得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想到，杨子会怎么看这个事情？杨子会什么意见？我是不是要征求一下他的意见？你让他保留一部分，这部分不行吗？不是，我是这么觉得呀，做人呢不能让亲者痛，仇者快，这是核心。什么呀？任何人当失望积攒够了，都会转身。圣一已经要把他现在的经纪人换掉，圣一的电话号码都自己换，而且没有通知我和经纪人的程度。啊，动了核心利益。如果不是我真正的良苦用心来聊，那杨哥，你的判断每次都是正确的吗？为什么在判断圣一的闺蜜是好是坏、用心的时候，我为什么不犯错误？是因为圣一在任何人面前，无论比他名气大的、名气小的，都像一个小白兔。会不会是你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小白兔，所以你不愿意放手？你老是觉得他长不大，所以你就一直站在一个保护者的角度。所以我问他，那你打算保护他到什么时候？一辈子？保到50、60、80，保到失去经济价值。门口跳广场舞老太太，你不能跟她交往啊！这老太太老坏了，这老太太。哎呀，圣一啊，那个广场舞你别去跳啊！那个大妈，我跟你讲，那个老太太太坏，不能跟她玩。张大妈想骗你买保险，她一定是想骗你。这件事你们老是不就不掰头就不掰头了，不跟你们说了，我睡觉去了。什么时候你睡觉变成一个威胁我们的事情了？哎，什么时候你睡觉变成一个威胁我们的事情了？他想要独立判断的机会。他是公正的，咱能不能让圣一保留这部分纯真呢？其实另外几个人都不买他账，笼罩感，如来神掌。那杨哥，你的判断每次都是正确的吗？你就这么怕别人占你便宜？我觉得有时候，圣一你这个人真的是一般啊。我现在想想，不是的，核心问题是你不让我自己对这个人有判断，我就一定觉得这个人是没问题吗？但你先要按照你的思考的这个方式去想，这就是我觉得呀，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你不能再 PUA 我了。谁 PUA 谁？我怎么成 PUA 你？真的。你听我说，今天这个你们要这么开玩笑，那么接下来我告诉你，所有人很简单，所有伤害我的，我让他们尝尝被伤害的味道。当然，我可以怼回去喽，我这就是要想放飞自我，认识没有几天的。他这么来，背后捅一刀，目的就是没安好心。说到天南地北也是，不然的话，你们如果谁要同意的话，好，希望你们的另一半全是这种朋友，我恭祝你们，就很简单，这不就得了吗？你们希望你们的另一半周围这种朋友多不多？我没生气啊，我是说说。你生气，我们好像也不是很在意。
我觉得周围有这种人很正常，我也觉得你可以接触到很多这种各种性格的人。你认识那么多女生，不各种这种奇奇怪怪的吗？但是我是跟盛一样，我自己会去评判这个人值不值得深交。所以以后别跟他说了，对，过滤一些信息，不要都告诉他。对，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在我的身边确实有说他不好的声音在，我觉得他要允许他的存在的可能性。那这个人为什么会这么想？他的背后的逻辑是什么？他是站在哪个立场上说这些话？我觉得需要有给不同的声音一个时间，或者要正视他们。还有一点，我说实话，你要真的身边缺了这么个男的，你不一定受得了。你想象一下，如果你身边没有我，是的。你认为无论我跟他聊还是跟他聊，给我一宿的时间，我第二天能把他们聊崩了，你信吗？我相信你的说服的能力，我也相信我自己的判断。可惜可以，定力够足。那好，我就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就是很有原则的一个人，我需要的是解决核心问题。可是首哥他其实一贯用的一个方式是，他知道我的底线在哪里。你听我讲嘛。你的底线就让首哥这个重操旧业，重回巅峰。我是需要解决我们就是比方说每次吵架的，你听我讲。只要首哥到了巅峰，没有问题。就是我是要解决我们两个每次吵架的核心问题。但是首哥他会用一种方式，他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弱者的，但是他你让个男人有点疗伤期吧，他好没礼貌啊。对，我认为他如果现在依然是当时微博的评论一哥，依然日入斗金。不，这是另外一回事，事业是另外一回事，就是说，我觉得你要坚信这个男人将来还是真的会辉煌的。我不是说他会不辉煌的问题，等他有东山再起的那一刻，你就觉得怼一两句的话，能让你美半个月。东山再起是东山再起。我告诉你们的核心问题是这个。这是典型的胡说八道。杨哥不就也是在糊弄吗？你永远跟他说 A， 他就给你回答 B，而且一直在那个 B 上，然后你跟他制止说我现在要回答是 A， 他说不，这个 B 点怎么样，然后久了你就不想去回应他了，这个事情就过去了。但是他有没有解决我的问题？他没有。你当时喜欢他什么？喜欢他的思想。他的思想是什么？他的表现形式是什么？反骨。OK， 反骨，对不对？OK， 他一如既往啊，他变了吗？没变。还有啊，你一定要记住，一个男人，他的事业有高潮有低谷。包括你看我们俩聊天的过程当中，他是个互联网的核。哎呀，刘吉手这个忍不住的笑啊。这个 CPU 很强大，你明白没有？只是这个 CPU 呢，它在自己修复和调整期在扩充内核。你想，他上网研究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为未来再次起到打基础。看那个《植物大战僵尸》也是打基础啊。我跳进去了房间，他马上关掉，然后我就已经看到那个僵尸在走。打什么基础？僵尸在走。哎，你听我说，不，一定是在想问题，这一定是在想问题。其实有时候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我们就开这个电视，我真的在看电视吗？不是，是在储备能量。葛老师不，咱们不给他们上纲上线，咱们也不说他那么高大，多理解。把互怼啊，别当成是一个负向的问题，真能掰扯。但是你要知道，我跟别人不会这样子。他是你老公，你有几个老公啊？这个男人只要不离婚，怎么都行，跪下都行，证明很爱你。我觉得这个话我也不认同。我觉得下跪就是个形式而已，不代表他真的理解了他的诉求。然后下跪只是他当时要达到目的的一个方式，一个极端方式，一个手段。很多人，特别是很多男性，就觉得做错了就道歉，就是这跟狼来的是一样的。就你第一次可能道歉，觉得哦你很有诚意，就是3次以后就不相信这个事情了。对呀，你们俩呀，这个磕磕绊绊的，怼闹的，这就是个常态。你让他说2句呢？你说。我说什么？我接受批评，我让盛一说我。啊，让我说，我让你说。我说啥？我挺好的，我说什么呀？觉得他自己挺好的。你没有觉得你听了那个葛西说，你有想过稍微调整一下吗？我昨天我在线上我拍桌子了，我当闺蜜面啊，我啪就拍桌子了，许诺了1、2、3、4、5、6、7、8
不是，有时候你小子也妈没良心了，就夸你那么多钱，咔给了你，让你弄的。你又说他软肋了，哭。别提钱的事儿。不是，人家是很信任你，你不要老怼人家了啊！别怼了，这是宇宙真理。他们的回答我已经放空，反正就是也是在那边打马虎。杨哥他的输出是当下就给你反应过来的，那不是思考的。我比较倾向喜欢去听真实的事情，我可能更容易跟他共情，而不是那种假大空，他自己一直在捧他自己。杨哥今天提出观点，我认同。你看我都没有怼他，是不是？我也没有反驳他，别拿我杨哥不当回事儿啊。像杨哥这种娓娓道来啊，那个有一种贴心大哥这种感觉，我老婆有时候还挺受用的。他哪里看着他老婆？他哪里受用了？哪里啊？哪里？这脑子有问题啊！这家伙。那你说你们两个吧。啊，我俩没问题，挺好。你怎么说别人说的，自己就没问题？我们俩其实啊，真的是没有那点鸡毛蒜皮的小问题。那是因为我比较好。对你，主要是你好。主要是我比较是包容，不跟我计较，不跟你计较，我是不太计较。所以我觉得我是天底下最幸福的男人。我觉得我是天底下最幸福的男人。你不要，你看你这话没过大脑就说，你就最大的本事就是说的特别。又开始套路了啊！对，我在你身上深刻的感受到人家那种说的，就是自古真情留不住，唯有套路得人心。昨天我那个朋友来了嘛，正好他每次跟我一起去。就是跟小朋友的时候，他都不在嘛。然后上次说520那次吃饭，他就在那儿打了2个小时的电话。然后520就是他，就是他。然后他就跟他讲这是不对的，然后他就说了一个特别扯的一个论调，他说其实觉得孩子不用带，也可以自己长大。啊，我就这么长大的嘛，我跟我奶奶长大的，我觉得我也不差嘛。哎，你要不让他也跟他奶奶长大？也许可以成就我，也许可以成就我，我就祈求我们的孩子跟我一样。那你孩子不就废了吗？不是，我觉得咱们不能因为说有的人他没读书成为了大老板，咱就让孩子不读书。是的，对，所以说你带接受你的所有的方式，所以你给他安排的那些个东西，我都支持吧。我们家非常民主，如果我们俩意见一致，听我的；意见不一致，听圣一的。你这说的一套一套，不是，主要是因为你根本就不从正面的正视这个问题。正视啊，我特别正视啊。这个问题看坚定的眼神，正视。他正视就是不是你说了一个时间，让我会觉得你这个时间大家就一直反复讲，就会让人觉得这个是不是靠谱，是不是画大饼？我当着亿万网友的面承诺的。我再澄清一下啊，我回归幕后，并不是我就躺平，或者家里边当成一个家庭妇男，不是，而是说盛一如果想把公司全管理起来，那他当董事长，我当董事长助理，我辅佐着他来做。垂帘听政。不。垂帘听政。哎，好，你是不是跟亮亮想这样？你是不是跟亮亮想这样？这是什么默契？你是不是跟亮亮想这样？垂帘听政，我还是单纯了是吧？哦。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跟亮亮，这是首哥昨天提的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在节目上我们3对都是我们3个男生的错，你们女生就整天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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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那边输出各种不满？男的错的是比较多，男的粗线条嘛，女的哪有什么错误啊？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女孩在整个的这个目前的这个社会地位当中，肯定是比男人要高很多。那倒没有吧，真的，我觉得女性在社会当中其实还是挺，但是在杨哥心中地位很高。是的，在我心目中一直是这样的。哎，我告诉你啊，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哎呀，咱们这个事儿又 diss 你的那女朋友们了，又 diss 一下吧。他跟一帮朋友去一个地方玩，正好我在那个地方我有车，全程安排好。好嘞，结果有一个人阴阳怪气的说：“哎呦，监督很到位嘛。”我当时就愤怒了。真的假的？就是他们觉得他就是对我就是管得太严了。
有没有可能他说监督很到位是一种开玩笑呢？不是，因为他给我怒了，直接打电话，你管我这么紧干嘛？愤怒啊！当时我就疯了，因为他会听我说立马就跟你，听我说，我当时跟他说，我说你上一秒钟他还说跟他们在一块儿发着信息，我说你有没有跟这帮人在一块儿啊？他说我在洗手间了，但是不是在洗手间，或者当时他们故意这么说，我不知道。你懂我意思没有？是他信了人家的话。我们当地有接待的时候，我安排接待，有什么问题？跟声音没那么熟，传递一个我在监视他，这个他肯定没安好心。不是这样，这件事我跟监视有什么关系？哎。那你心里怎么想的呢？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你可能当下不可能刹那之间就 get 到，你可能需要时间，你自己也会去思考说这个人跟你的远近程度和他说这个话，但是他可能会反应比较的快或者极致一点，然后他会要要求立马的。哎，听我说，你没办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这是核心，这是故意的。你周围这个朋友这么来 diss 我，你的立场在哪儿？我还是非常柔声的说，我说圣一，任何一对夫妻，是你老公的这个能力，包括资源，到哪儿都给你安排的妥妥帖帖的，不是可以当成一件炫耀的事吗？当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哎呀，你看我老公司机派过来了，我说你这个应该很自豪啊，怎么还有你这些朋友 diss 你的空间？哎呦，是哦，马上烟消云散。圣一实际上，我一个电话就能掰回来，这倒我是相信的。嗯，肯定的。我比任何人都了解圣一。他有非常强的对我的了解能力，就是但凡他觉得这个事情上是有交流的，他就一定能说服我。就像他今天讲的，如果他麦麦跟亮子的这个矛盾，他作为一个第三方，他今天去跟麦麦说，再去跟亮子说，他俩就绝对能掰。他有非常强的说服能力。有些人就是不安好心，他就认为皇上一好说话，是圣一来给我录个 VCR， 圣一拍个东西，圣一是来者不拒，真的是这样。是没有这么绝对。听我说，但是你是听我说完了啊。明星圈和很多圈，所有真正的分崩离析和离婚，都是这些人真的就慢慢渗透，当最后包围到它是围猎，当围猎你到一定程度的话，你就崩了。其实很多个恩爱夫妻就这么围猎，分崩离析。但是圣一不是，圣一他自己心里面是有盘算的。就我这几天认识他来讲，他是很公正的。就算他的朋友会这样子，就是出于一个其他的目的也好，就是说了你什么，但是我觉得圣一心里面会是估量的。说我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经常跟圣一说，为什么圣一在我所有朋友当中是完美的，包括在你们那儿，我也没有说过一句坏。你刚刚还说了，对，你再说嘛。我不会说圣一的一句坏话，明白没有？就是在做人做事上，像这种东西，第一，有很多人就认为圣一这么好说话，想做他经纪人，取而代之。第二，成为她闺蜜，彻底掌控她思想。她讲的都是她自己做的。第三，她认为圣一一开始她的心态放开的程度，一上来之后就进入90%了。真的，你要跟她关系好了，有求必应。他把所有的资源可以无条件咔咔全给了你了，但实际上没有人知道，另外10%才是坚如磐石，那是我的位置，动不了。当大家发现哇进展很顺利，哇打开了，攻城略打开了，到10%的时候，好了，杨子牢牢站住，很多事情办不到，当，我就是他们最大的绊脚石。他们说这些话绝不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完全是有意为之。因为杨子自己是这样的人吧？是啊。那会不会是你太主观的这样认为呢？圣一觉得的吗？
这件事儿我真的要拿出来说一下，就是类似这种事儿，就像刚刚你说你的一个朋友过来，可能站在他的立场上面，他说的那个话不是说是希望你们两个往好的方向去走的，对吧？因为他平时跟你看到你的一些状况，看到你一些反应，那他跟你讲，那你遇到这种朋友。